客官，您的菜。好。去。韩兄弟，为何对这凡人神识探查呀？难道看那小子不顺眼？这店小二也是身具灵根之人，虽然资质不太好，但是修炼到炼气3、4层还是没有问题的。灵根呐！韩兄弟竟不用接触，一眼便能看出，当真是神通惊人呐！惊人！谬赞！我这点微末道行哪称得上神通？只是恰巧修习过一种秘术罢了。如同这小二这等低劣资质，就算进入修仙界，也是受人欺凌的命啊！还是得寻个靠山才是。就像我等来到这紫道山，不也是想借着为夫家老祖贺寿之际，寻一番大造化不是？而且听说那魔焰门也有使者前来，我们可得好好表现。不过韩兄弟，你说你来自虚国，怎么不去投奔鬼灵门试试运气？为何要来咱元武国呀？鬼灵门眼高于顶，韩某就是想去，也是入门无路啊。啊，也不容易啊。哎，不过韩兄弟放心啊，来了元武国，找咱哥俩就对了。对呀，如今这世道啊，咱们这些散修只能抱团取暖了。二位道友先吃，我先回房休息。大哥，哎呀，散修哪个散修妖间有那么多鼓鼓囊囊的储物袋呀？哦，就他那口飞剑，一看就是顶阶法器，多半是哪个小宗派的弟子。哎，大哥说的对。哎，这姓韩的小子再怎么机警，也绝对想不到，咱哥俩是隐瞒了修为的。哎，以我二人筑基中期的实力，那灭他一个筑基初期，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儿啊？对，这小子撞见咱们彭毅双兄，只能算他命苦了。受不了了，这俩好聒噪啊！直接砍了吧！和200年前泰南小会那时一样，又是这套坑害散修的把戏。先不着急，看好戏吧。这傅家族内的3位结丹修士倒是不足为惧，不过还有些核心族人已然加入了魔焰门，这还有点棘手。若是放跑了一些人，去到6宗那边，再死灰复燃呢？那可无法履行当初对辛如隐的承诺。这紫道山上毒瘴缭绕，若是不知情的凡人误入其中，恐怕会葬身于此吧。嗨，每年死在傅家这毒云紫障阵中的凡人也不算少数了，算他们运气不好吧。毒云紫障阵，韩兄弟没听说过这毒云紫障阵？嗨，这傅家呀，为了立威，请得数位阵法师联手布下此阵。路过的凡人呐，只要踏入此阵，不出3日，便会全身溃烂而亡，是骨子。好个草菅人命的家族！韩兄弟，这山谷深处还有一处绝景，其中溪流清澈，奇花遍地。所谓狼环仙境，也不过如此。主人，在前面确实还有个深谷，不过里面隐隐有静止的灵气波动。这俩人不愧是坑人的老手，准备功夫没少做呀。照这速度走过去，天色都晚了。罢了，不装了。2位，我看这里风景也不差，
还人迹罕至，咱们也不用去什么深谷了。若在这里报喜杀人，再来个毁尸灭迹之举，根本不会有人打扰，也不会有人发现的，对吧？对，不对，韩道友，难道是有什么误会不成？真有意思，想不到在这儿打个盹的功夫，竟然还能遇到杀人夺宝的豆豆。什么人竟无法探知位置？不过真是好笑啊！两个斗鸡期的小东西，竟然要打劫一名元婴修士，难道是我还未睡醒？是谁装神弄鬼的？啊，哪来的元婴修士啊？肯定是他，他要托我跪下我们啊！此人到底是何等修为？以我修习了大眼诀的身世，竟无法探知其踪迹。两个斗鸡小辈就别费力了。姥姥若是能让你们寻到，不如一头撞死算了。这位元婴修士神识倒是不差，若是在墙上那么一分，就能得见姥姥真容了。不过姥姥现在有点饿了，要不你们麻利去让我吃掉。前辈饶命，前辈饶命！小的永远不识泰山，小的永远不识泰山。二弟，你干嘛呀？当然跑啊！元婴修士面前你跑不掉的。前辈饶命，都是他的主意，让我没半点关系。前辈饶命啊！前辈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前辈饶命啊！饶命啊！真是浪费，即便是筑基修士的元神，也算是小补之物啊。阁下不必藏头露尾，在下这就将你揪出来。你怎么发现我的？我这旋光化五诀根本不可能被元婴初级识破的。竟然这样就炸出来了！啊，原来你手炸呀！一棒！不知你的元婴吞噬起来是何滋味啊！什么妖物来了？今年的开心太爽了！通过吞噬元神提升修为，你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不要急，那姥姥吃了你不就知道了吗？你说姥姥要是吃了你，会不会立即进阶元婴中期呀？吃得下，便来试试吧。来呀！
可是不得了的好东西啊！区区元婴突起，竟有此等天才地宝。不过姥姥，我修习的可不是什么魔功，这东西对我没用。不错，不过还不够。那就再来。都说了，这雷对姥姥没用，你这个家伙怎么还不死心呢？干什么？快放我出去！老子不算！将辟邪神雷凝化成网，用以困敌，恐怕是自这金雷竹现世以来头一次了。若没有个10来节竹子，可编不成这么大的雷网。无论是前蓝冰焰，还是风灵镜，辟邪神雷都能将其困在其中，说明此雷除了对魔功邪术天生克制，还有封锁灵气的奇效。快快帮忙了！你别放我出去！我一定让你抽魂炼魄，让你上坟！抽魂炼魄，生不如死。看来你还不理解自己的处境，那就好好清醒一下再说吧。哦，对了，还有此物。主人，主人，这是请帖。走吧，吃席去。嗯。玉玺消失了。来人！也许元武国周遭的全体弟子，3个月内若找不到逃脱的赤木灵婴，就量罪并罚，自裁一谢吧。一定要小心行事，千万不要让其余几派察觉。是，东门大长老。等等，还是你和云芝亲自去一趟吧。你2人都是木属性灵根，本就与那赤木灵婴相近，若是靠近了，说不定能感应到。行事仔细些，那禁锢灵婴之人实力不弱，一旦发现其踪迹，我会亲自出马，未定会此了。遵命。哎，来，婴儿，该用药了。都怪我不善炼丹之术，好不容易换来2株灵草，只能简单的处理一下。不过你放心。从韩兄弟那儿评价易得的那株黄金枝，我已经拜托城里的炼丹大师去制丹了。夫君，你不必自责。你已在炼器之道上得占天资，若是在精于炼丹，那岂不是独得天眷了？说的也是。等等，你刚才说夫君？没有，你听错了。
虽然咱们答应了韩兄弟一定要修复好这古传送阵，但婴儿也不宜太过操劳。这么晚了，明日再钻研也是一样的。既已许诺了他，就一定要做到。既已许诺了他，就一定要做到。恭喜啊！请，欢迎道友。你们请。前山观李道友，上等灵职一株。巨经帮宋道友300灵石。那余年正魔之争，不知倾覆了多少宗派家族，不然断不可能有如此多的筑基三修。哎呦，大人物来了！欢迎魔焰门2位前辈。这就是结丹大能吗？可真有气势。就是啊。2位前辈，里边请。哎，这边。漂亮啊！我听说呀，傅家早就把大名鼎鼎的傅家收那么多，给这2位长老做妾室了。说来也怪，你说这傅家哪来这么多的貌美后人？据说啊，这傅家家中有个癖好，每逢寿宴就必纳新妾，如此一来，可不是子孙无数。对了，这傅家家主今日还尚未露面，哎，说不准呢，正在那逍遥快活呢。族长，大喜的日子，您别太过悲伤了。悲伤个屁！傅天成那个家伙，这些年吃了家族多少的资财，才在白桥院安心坐稳了长老之位，本该是我傅家隐藏的退路。如今天道盟的门路断了，虽说有魔焰门庇护，但还是要与玉灵宗搭上关系才好。唉，三弟啊，不知为何，近日里来，老夫总觉得心神不宁，仿佛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一样。咱们傅家最近有没有得罪过什么厉害角色或大宗大派呀？前些年咱得了魔焰门的助力，不是已经将国中那些家族都屠戮殆尽了吗？即使有人嫉恨咱们，也兴不起什么风浪了，大哥。可惜没有做到斩草除根。比如说那个秦家，大哥，且看，这是什么？秦家的镇族法宝。大哥，前几日我探到了他们的藏身据点，带着族人和嫡系弟子，将他们都给宰了。秦家绝了！哎，不尽然。秦家家主的小女儿，自是要给大哥留着的。但是那丫头吧，迫不识抬举，让我废去了修为，封住了白海。我傅家家主的400寿辰，自然是要喜上加喜。好了，大哥，咱们上去，宴席快要开始了。好，好，好，走。没想到你傅家除了依附于魔焰门之外，还与其他魔道门派暗通款曲，怪不得能在这元武国只手遮天呢。是，
哪位高人莅临傅家？小老儿傅天化有失远迎，还望恕罪。远迎就不必了，本座今日是不请自来了。法力波动，难道是？不要轻举妄动，此人极有可能是元婴修士。适才本座神识扫过，发现整个傅家以你二人修为最为深厚。前辈折煞我等了。元婴高人大驾光临，傅家自是蓬荜生辉。你就是傅家老祖？不敢，在前辈面前，晚辈怎敢称什么老祖？晚辈傅天化的确是傅家家主，不错。没认错人就好。既然是来讨债的，自然是要跟当家的打个招呼了。讨债？啊，前辈说笑了。晚辈今日是初次得见前辈尊容啊。是不是有什么地方起了误会？自然不会，本来是应该给尔等说清楚的，免得到了下面都成了冤死鬼。但你们二人小动作实在太多了，压根儿不让本座好好说话呀。那你们就先下去吧，傅家剩下的罪人我会一起送他们上路的。此人要灭我傅家满门，何不拼了？你精于土遁术，那个逃走的就交给你处理了。主人放心吧，行月去之就会。震足灵兽。也罢，让我看看你们到底还做过多少恶事。此人是什么来路？傅家又何曾招惹过元婴老怪？而今之计，只能先逃了。是去魔眼门，还是玉灵宗呢？可恶！阁下的土遁速度实在太慢了，不如将头颅交予我，让小女拿给主人复命如何？为什么？你们是什么人？你都快死了，还问这些做什么？什么？先别杀他。啊？真不杀啊？把他给我带上来。你的运气真不好呀！傅家这两个老狗啊，平日里倒是蹑伏不浅啊，都是些上好的炉底，说不得啊，就是用来笼络我等的。哎，管事，啊，这家主为何还不露面啊？诸位久等了，家主即刻就到。好，看来今儿个家主又要抱得美人归了，不知是哪一家的佳丽呀？来，喝！哎，看！哟，6月飞雪，少见啊！我跟你说，来，秦家少夫人
叫一个笑话，是吧？等，有人！什么人？给我站住！聋了吗？让你站住！站住！啊！还富家撒野情况！哎，上！难道是亲家余孽？当时，你就一个人，杀他！什么声音？这有人在惨叫，怎么回事？这是啊！诸位贵客见谅，定是外面卫士饮酒嬉闹。诸位稍歇，老夫这就去严加管教。开启禁制，速速去请老祖！欺人太甚，当我魔焰门不存在吗？何方小小，敢来此闹事！老祖！小小，倒也没错，在下不过是元武国中籍籍无名的一介散修，今日前来只为一事，向你傅家讨还公道。如意，李想，怎么回事？家内先生，他们索性将我娶回来了。别哭了，快把药吃了吧。李想，不要！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夫君，前几日韩前辈来看你了，如音已将传送阵修好，交予他了，总算是完成了此前的约定。此前总是说你莽撞，现在你不在了，如音也时日无多，就让如音也像你一样的莽撞一次吧。这几日用阵法连回我傅家6个堂口的就是他，这人什么来路啊？嗨，谁知道？你看，为了活命，这婚服都主动穿上了。大哥，人给你带回来，还是个美人儿。让我仔细瞧瞧，究竟是何人敢在老夫寿诞前撒野？哦，真是个俏姑娘。不过，费尽心机进入我傅家堡，意于何为啊？快说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何有那许多高明的阵法？是哪家派你来的？秦家还是护家？有说！大哥，妈，手下留情！你要替他求情？大哥，你且听我说嘛。此女身上必有隐秘，既然已经落在了我傅家手上，自是要废除修为，封住百海，慢慢审一番，再送她上路喽。
再说，大哥若是看不上此等货色，那也让兄弟们沾沾喜气，不是？俺们绅士怎么在此？沾沾喜气，沾沾喜气！今日这位唐桓公都。以身练阵，哼！我可是傅家家主，只要我还在一天，傅家数百年的基业，就没人可以撼动。傅家的人，都给我滚出来！听好了，从现在起，1个时辰之内，任何人不准踏出此厅，否则杀无赦！好好看着，可别死得太快了。慢慢的审，慢慢的死。错了，我们错了，饶了我们吧！废除修为，封住百海。错了，是我傅家错了，求求你，求求你了，程儿知错了。家主，救救我们！我们错了，饶了我吧！我们错了！别抓我！别抓我！故齐云霄之气，心如印。今日便是傅家的末日。云霄兄弟，如茵姑娘，这杯喜酒，韩某不上了。听好了，从现在起，1个时辰之内，任何人不准踏出此厅，否则杀无赦。
去看看。傅家人呢？出去啊！是啊。山下居住的凡人和那些杂役弟子都还活着，只有那些傅家嫡系之人消失了。此番变故，恐怕用不了多久，就要震动整个元武国修仙界了。魔眼门的2位护法也不强，看来这位是个连魔眼门都不放在眼里的高人啊。是啊，我看10有8九会不了了之。毕竟人都死了，有几个元婴老怪会去为死掉的人出头呢？在他们眼里，不过都是些蝼蚁罢了。走吧，好不容易捡了条命，接下来该商量怎么分这傅家的地盘了。云霄兄弟，如茵姑娘，你们是韩某平生为数不多的友人。如今，傅家老祖已然伏诛，那些恶贯满盈的嫡系弟子也都不在了，剩余的势力，想必也会很快被人蚕食殆尽，傅家一灭。二位泉下有知，可以安息了。这上面加了阵法禁制，若非以如茵姑娘笔记里的独门剑法驱动，就会自行回去。莫非是专门留给我的吗？韩前辈见谅。如茵实力低微，只能以此法留下只言片语，不知那上古传送阵是否合用？此处禁制，乃如茵祖上不传之秘，若能开启，前辈修为想必已达结丹后期，亦或是已登元婴境界。前辈经历千难万险，修到此等境界，还惦念着与如茵的约定，为我与云霄复仇。小女子无以为报，唯院中东篱有一树，为云霄生前所植。树下埋有如茵族中祖传之物，如茵福薄，无缘参透其中奥秘，愿以此物相谢，以报前辈大恩。云霄若是泉下有知，想必也是欢喜的。
我夫妻二人，谢过前辈。主人似乎对这玉简中的东西十分看重。这应该是如音姑娘祖上某位大人物所留，其中记载了几种上古蛮荒时期的深奥大阵。以我现在的阵法造诣，短时间内无法领悟。但其最后竟还记载了一种非常奇特的密功。密功，以主人现在的见识，还有什么密功能让主人如此感兴趣的？此功名为玄母化阴大法，是货真价实培养第二元神的秘术，甚至可以萃育出第二元婴。第二元婴，真的假的？如此玄妙，这不会是什么邪门的秘术吧？等回落云宗，再仔细钻研一番吧。若真有不当之处，我也不会修炼的。主人，现在飞遁的方向好像不是西国哎。既然都到这里了，就回虚国看看，毕竟那是我出世之地，有些尘缘俗物还是要做一个了结的，不然心境上总有些许不稳。这样也好，到了此等境界，只有彻底了却俗世牵绊，才能安心追求大道。好了，得赶路了。此处便是至木灵婴最后出现的地方。此等凶物，究竟是何人能在没有专门法宝克制的情况下将其拘禁？柳师叔，这里离傅家堡很近，我们也曾向傅家堡问询，但是傅家随即便被灭族了。莫非灵婴落在了魔焰门手里，怕傅家走漏了消息，才下此狠手的？你想的也太多了。魔焰门行事最是霸道，又何必藏头露尾？十有八九是巧合罢了。不过在一个地方同时出现2个元婴修士，的确是不太可能。此事说不定真是同一人所为。是，但是属下只是担心，如果对方是他宗的元婴修士，怎么？一丝线索都没找到，就已经开始打退堂鼓了？不是。至木灵婴出逃，你们几个难辞其咎。现在还能留着小命，已经是宗内宽宏大量了。柳师叔，属下绝非胆怯，愿为宗内肝脑涂地，在所不惜。师妹。汉师姐，那拘禁灵婴之人已往南方去了，我们一时半刻也无法追上对方。不过以我与师妹的功法，无论距离多远，都能感受到灵婴的方位。我们只要远远地探得此人行动轨迹，再向东门祖师禀报就好。你先将此前事情的经过细细道来。是。此前宁师叔和我等护送灵婴，途经昆木山。入山之后，宁师叔借故将我等支开，私自抗命融合灵婴，不想却被灵婴反噬，随后才……
总算是故地重游了。在下韩立，我有黄风谷的升仙令。这块令牌我已经很久没见过了。上船吧。时过境迁，风铃依旧。只是此处再也不会有那艘迎接新弟子的船了。黄风谷的大殿，白菊山，和马师伯一起关了那么久的百药园，一切都物是人非。这里倒是什么都没变。当时所知甚少，以如今的见识来看，此处灵泉果真是灵眼之泉。虽然小了些，但既已重见天日，便带去新洞府吧。手中的灵眼之物总是不嫌多的。灵气外射。后宫是老子的！别动，都别轻举妄动！可惜了这些傀儡，战力极限也就到此了。若是日后有机会，能获得一些更强力的资材就好了。前辈饶命！晚辈没有恶意，还请前辈恕罪。无意发现此地灵气异常，特前来探查一番。晚辈绝没有与前辈为敌的意思啊！对了，在下于侯，那鬼灵门少主王成麾下。前辈认识少主？啊，太熟了，何止是认识，简直是生死之交。哎呀，这事闹的，前辈是少主故交啊！那晚辈更是冒犯了。哎，委实不知是前辈在此，还请前辈将晚辈放下，容晚辈正式赔罪啊！你会错意了。我说的生死之交，实乃你死我活的意思。快跑！这四散奔逃的情景，和当年倒是相似。我让你们动了吗？
掉了！快进！进去！不行了，快跑啊！快回来，张疯了！别追过来！你要去哪儿啊？有这么可怕吗？鬼灵门。我很凶吗？我很有分寸的，怎么一下子昏死过去了？如今鬼灵门的形势大概了然了。哼，他们的元婴修士还真不少，不过王禅那家伙还只是区区结丹期，可别让我逮到了。少主，刚收到碎魂老祖的传音，说有人在咱们虚国分坛砸场子，想让您前去看看是咋个事儿。碎魂真人那个喜怒无常的老家伙，他一个元婴老怪，操心这种小事做甚？是哪个分坛？少主啊，太岳分坛，就原来黄风谷那个。黄风谷，真是晦气！我一个堂堂结丹后期修士，怎么会跟一个不知死在哪儿的筑基杂碎怄气？嘴上这么说，这都过去多少年了，咋还这么念念不忘呢？那要等到结婴时，那心魔还不知道闹成啥样呢。笑得真难看。不过胆敢对鬼灵门不敬的人，必须严惩。童老、鬼老，麻烦你们二位前去探查一番，敢在我鬼灵门地盘上撒野的，必须叫他有去无回。是。有劳二位道友啊，有劳有劳。喂，哎，来，我发现你有点游手好闲，要不你也跟着去一趟？好家伙，明明上面安排给你的活，非让我干，我干了功劳又是你的。少主啊，冤枉啊！我最近可忙活了。对了，六宗另外那些人最近蠢蠢欲动啊，尤其是那个御灵宗。少主，我跟你说，这可是我亲眼看见的，有一个小队鬼鬼祟祟，乱着呢。灵隐果然被带离了元武国。没错，方位就在虚国。地利倒是齐了，只可惜人还是差了一些。哎，这黑金到了3位首领，
也算是荆州道上赫赫有名的狠角色。哼，不过这次嘛，出名了。这一次若不是力兄相送，恐怕呀，这返乡祭祖之路，却成了我韩瑞的断头路了。看来那几位官场上的对头，还真是对我恨之入骨呀。只是连累力兄了。哎，哪里话？什么连累不连累的？我们厉家能在江湖上安身立命至今，靠的不也是与你们韩家守望相助吗？你我两家相互扶持，本就是分内之事。再说今天杀得很痛快嘛。力兄这样子，还真是跟厉伯父一般无二。我可不敢和我家老爷子比。哎呀，不过这话说起来，咱们两家一文一武，好比南辕北辙，怎么会成为世交的？啊，大人，收拾好了。力兄，我也曾好奇此事，特意查阅过家传札记，还真得知了一些昔年往事。你可听说过100年前曾雄霸荆州的七玄门吗？接着说。你我两家的先人，曾在此帮派做过师兄弟。当真有此事？书香门第就是好啊，上百年前的事还能给记录下来，流传后世。我也是对此事好奇，便派人去调查了一番，还真发现了一桩趣事。话说，当年我有一位叔祖，有可能是仙人。是什么？我说，我叔祖可能是仙人。你叔祖是仙人啊？那我家叔祖还点兵天将呢。哎，你祭祖之时，叔祖没给你托个梦啊？韩贤弟啊，韩贤弟，这个世上只有门派豪强，哪有什么仙人？来份花生米。哎，好嘞，花生米。这附近是青牛镇，没错吧？青牛镇，咱镇子名为韩家镇呐，100余年前就已经改名了，客官可记着了啊。不过您最近可是来巧了，这工部韩侍郎回乡祭祖，各方人物都会前来拜会。话说这韩家崛起啊，也不过100余年时间，如今在咱们虚国荆州啊，也算得上是声名显赫。小二，哎，来，哎，来了。要点啥，客官？把你们这儿的特色菜都给我端来。好嘞，马上来啊！真的不一样了。东东，哥哥，这个好看，这个好看。哎，乖，你们两个慢点儿，让着点妹妹啊。这孩子又不是第一次来，孩子喜欢前点慢点。再来啊！哎，别跑远了，我们要回家了啊！慢点儿，真好看。和娘亲牵着。哥哥，我们回去做饭好吗？天快黑了，咱们先回家吃饭，明儿一早再去。一日为定，可真好。走喽！慢点啊！记忆中的黄土路都铺上了鹅卵石，矮墙草屋也变成了这高门大院。小妹，你猜我给你做了什么？什么呀？好弹弓！瞄准！啊！莲儿
二嫂，跟爹砍柴去，你给爹拿着镰刀。砍柴去喽！别乱挥，臭小子！记忆中的那个山边小村，如今一丝影子也找不到了。韩家宗祠。如此多的牌位，可上面的名字都好陌生。纵使大道无情，也敌不过近乡情切。所有的思念，不过是深埋心底罢了。即便修仙之路已走了这么远，也无法真的做到断情绝育啊！爹，娘，小妹，韩丽回来了。哎，你快点啊！哎呀，李兄，你也太性急了。不是说了在祭祖后才将札记借你1月吗？火急火燎的。韩贤弟啊，谁让你提到了这手札后面记载了一套家族留下的成名步法？我自然是想要早一日看到了。叫罗什么部来着？话说回来，好好的东西，为何非要供奉在这宗祠内？要被人偷了，岂不糟糕啊？宗祠周遭有精通武艺的家仆日夜看守，一般人绝无法靠近的。就算能得手，不怕我们韩家追击报复吗？嗨，你韩侍郎的手段，我可见多了。哎，等等我！李兄，那步法你学得会吗？你别管，我就是要学习一下。你认识？好个贼子，竟然追杀到这儿来了！吃我一拳！李兄，可有受伤？没事，此人功力深不可测，但是似乎没什么恶意。这位壮士，在下乃当朝工部侍郎，韩家之主韩瑞。壮士此番可是来杀韩某的？韩家
之主。你不可能！阁下是何居心？为何照着画像易容成我韩家先祖？你认得我？今日倒是没有易容，我天生如此相貌，不可以吗？世间容貌相似之人的确众多，但易容成我韩家先祖，又出现在此间宗祠的，可就只有阁下一位了。哼，应对不错，不愧是在朝为官之人。韩家能有今天的兴旺，你们这些后辈的确功不可没。不过，你怎么会知道我的相貌？记得我自小离家之后，家人应该不知道我成年后相貌才是。难不成是七玄门的人绘制的？七玄门，或是厉飞羽做的？阁下怎知我家先祖名讳？你姓厉？正是。阁下既然口口声声自称先祖，那肯定知道我们这位叔祖自小离家，后来行踪成谜，但这都是200余年前的事了。韩某怎么看不出你有如此高龄啊？仙人，法术。你真是叔祖？仙人，法术。你真是叔祖？没想到我们的后人竟结成了通家之好，真是不可思议啊！厉飞羽，久违了，好兄弟。看来那之后，你真的如愿以偿娶了心心念念的张秀儿为妻，之后的人生倒也算美满富足。乾坤抚养，仙鱼醉醒。可惜，即便给你留了那些丹药，最终也未能让你颐养天年。那抽髓丸确实对身体的损伤太大了。好在厉家的香火得以延续，如今也是家道兴旺，算是不虚此生了。感恩前辈。难道我厉家先祖书信中所说的那位至交兄弟，是否就是叔祖？嗯。前辈，宗祠之内保留了几位先祖用过的旧物，只有历代韩家之主才有资格得见，旁人绝无法分辨。若是您认得这些，拿出来我看看吧，也不知道能认得多少。前辈稍待。原来是这些东西啊！
真没想到今生还能再见到他们。除了几件估计是我离家后添置的之外，都是认得的。这是父亲给母亲雕的木钗，这是小妹最喜欢的弹弓，她的玩具都是我做的。其实她最喜欢风筝，可惜我做不好。这是祖宗在上，方才若有僭越之举，还望恕罪。不孝子孙韩瑞，拜见叔祖。当年家中穷困，连吃饭都是问题。我才被迫离家拜入七玄门，最初只是想为家中讨个生计。后来，不过，没想到离家数百年后，韩家也变成了世家大族。若是我出生在如今的韩家，说不定也不会走上修道之路了。当真是万般皆造化，世事难两全呢。你二人起来吧。我这个韩家叔祖，这么多年都没有回乡一次，对如今的韩家来说，和一个外人也差不多了。不，是我等子孙不孝。此番得知叔祖仍在人世，自当派遣子弟在叔祖膝下尽孝。尽孝？那倒不用。我此次回来，只是为了看看尘世之中最后一丝牵挂，了却凡尘俗念。如今看到韩家，还有挚友的后人都安然无恙，也可放心的离去了。叔祖，这就要离开了，不若给族中子弟些许教诲，再走不迟啊。不用了，我刚到此地时，已用神识扫过，韩家族人虽多，但却没有人身具灵根，与我也没有什么机缘可言了。不然，我倒是不介意带1、2名本族子弟前去修炼的。看来是我等后人福薄，无缘随叔祖求得仙缘了。无妨，身具灵根本就是万中无一之事。况且依我本意，韩、厉2家子弟，还是不要踏入修仙界为好。毕竟现在的修仙界并不太平，破家灭门、举族尽没之事时有发生。若是牵连了整个家族，反而不美。谨遵叔祖教诲。适才进屋之时，见你与我韩家甚是亲近。当年我和厉飞羽以兄弟相称，我这个韩家叔祖自然不能亏待了厉家之人。这些丹药对习武之人大有助力，你且收下。晚辈厉风，代表厉家全族，谢过韩家叔祖。
剑乃我座下灵虫凝聚而成，我将其留在此间。若有一日韩家遭遇灭门之祸，可让族人躲在宗祠之内，凭此剑可消弭一劫。不过切记，此剑并非我亲自操控，但凡出鞘，除了祠内之人，方圆10里活物不存。是。此物对于凡世之人来说，绝非儿戏，千万谨慎使用。这是激发灵剑的玉佩，往后就由历代韩家家族掌管吧。是。切记，此剑不可带离祠堂，每动用1次，灵鞘便会淡薄1分，3次用完，灵剑便会重新化为灵虫，消失不见。我想，3次解救韩家的机会够了。毕竟世上哪有永世不灭的富贵？韩家再绵延数百年的风光，随后重新归于平凡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一切听叔祖吩咐。你们方才能认出我，想必这宗祠之内定有我的画像。拿给我看看。叔祖，这边请。族谱上记载，当年虚国饥荒战乱，族中多有妇孺流离失所。叔祖的父母和妹妹有仁善之心，竭尽全力赈济乡里，收养遗孤。若非有您这一家，恐怕韩氏的血脉早就断绝了。而后，韩家所有后人，皆以您这一脉作为家族共祖供奉。我心愿已了，没有什么牵挂了。这丹药，你2人即刻服下，可保你们长命百岁。这世间灵剑的秘密，务必严守。还有，今日与你们相见之时，且当作是一场梦吧。韩贤弟，昨天晚上咱俩是喝多了吗？头晕晕乎乎的呀。我也是，就是好像做了一个梦，梦里看见祖宗给我托梦，
显灵了。我好像也做了个梦，就是模模糊糊的。估计是近来日夜赶路太累了吧。哎，这是佐藤显灵了，佐藤显灵了！列祖列宗在上，韩家后人拜谢叔祖。好家伙，这老韩家祖上是真有仙人呐！这里是家园城吗？和青牛镇一样，依稀当年模样，却是物是人非。主人在找什么呀？哦，没什么。光阴流转，时移世易，毕竟连曾经的虚国七派都已不复存在，更何况这凡间的种种。不过，你最近几日倒是格外的安静啊。主人这几日思虑颇深，不好打扰嘛。这点眼力劲儿，应该还是有的。走吧，没什么可看的了，回落云宗吧。怎么了，主人？有几只小老鼠。两位师叔，是出什么事了吗？适才我们感应了下对方位置，发现灵鹰忽然停止不前，在那儿一动不动，不知是何缘由。莫非是惊动了镜中的灵鹰，令对方有所察觉？哼，怎么可能？此等功法可是你们师祖亲自传下来的，只能单向感应灵鹰的位置。更何况这两地远隔数百里之遥，早就超过了寻常元婴修士的神识范围。总不能我们追的是哪位元婴后期的老怪物吧？不好，灵鹰的位置正向着我们这边而来。什么？真的过来了，而且速度极快，一定是元婴修士。若与此人动手，我们必死无疑。速速施展联合诀，这附近有一处鬼灵门分坛，我们先逃到那儿，对方未必立即攻击。先用阵法掩护，我们逃掉的机会很大。师姐，速速给老祖传信，此间状况绝不是你我能应付得了的。主人的神识还真是强大，全力催动之下，200里外的动静都能感应个8、9不离十。哎呀，不过这下呀，真是麻烦找上门了。谈不上多大麻烦，对面只有2名结丹修士，鬼鬼祟祟的，还能寻机找到我，
自然不能让他们掉在身后。尽早铲除，永绝后患。怎么还有其他人？若这样下去，我们便来不及逃进鬼灵门分坛之内了。前面那些鬼灵门修士，好像正向着我们而来。鬼灵门的，是发现我们了吗？玉灵宗来此地做什么？这不是玉灵宗的汉师妹和柳师妹吗？真是稀客呀！怎么办，师妹？要将实情说出吗？灵婴之事不可泄露，我来想办法拖延他们。原来是鬼灵门赫赫有名的铜鬼二老，可真是巧啊！巧？你们玉灵宗的人来了虚国招呼都不打吗？二位息怒，因为事情紧急耽误不得，所以还未来得及通知贵门，绝无刻意怠慢之意。哼，不管你们为何而来，我只想问一句：你们前几日有去过太岳山脉吗？太岳山脉我们没去过，倒是我们身后100里之外有名修士是从太岳山脉方向而来，时间也与2位道友所言对得上。那你们怎会如此了解？难道此人也是贵宗的修士不成？二位，小妹绝对不敢欺瞒二位，由于一道心历史，绝不认识此人。二位若还是不信，大可亲自前去一问便知。至于小妹是如何得知的嘛，师妹，不好，身后有人似乎更快了。什么？我们今日确有急事需要赶路，改日再向2位师兄专程赔罪，如何？慢着！今日我2人奉了碎魂真人的命令，前来探查其后人被害之事。你2人的行踪过于诡异，若是想指认那身后之人，不如与我们一道前去对峙一番。如何？对峙？怎么？2位是想抵赖吗？师姐，怎么办？强行突围。说的那人竟然是元婴老怪，他们想骗我们去送死。废话少说，赶紧跑！能走一个是一个，我去向老祖汇报。老鬼，你也快撤！玉灵宗，给老子等着！这帮没用的家伙，白白耽误我们逃命时间。与他们做掩护，给我们逃命的时间增加了不少。快走走！又来了，还是鬼灵门的修士。一共17人，还都朝不同的方向逃遁，是觉得我分身乏术吗？哼！烽火断术，比元婴初阶的修士也不见得弱到哪里去。哦，是吗？道友跑了如此长的路程，实在辛苦，还是让韩某送道友一程吧。前辈饶命啊！在下是从碎魂真人，乃鬼灵门少主的护法呀。不用介绍了，我记得你。
什么？通道陨落了？怎么会这样？完全不怕引起鬼灵门的敌意吗？是正道盟还是天道盟要开战了？不行，必须禀告师尊，来不及了，燃烧精血也得活下来，怎能命丧于此？你逃的倒是比另一人快些。这前辈有什么不能好好说呢？好好说，我还真不知道贵派有这种传统。若不灭了你们，恐怕就该轮到魔道的老怪物追杀我了。进化到如今的噬金虫，连法宝都能吞噬干净了，就是随着强大，控制起来没有那么得心应手了，确实需要更强的驱虫术了。竟然同一时间遭遇了毒手，看来还是低估了元婴老怪的神通了。早知如此，还不如拉着那几个鬼灵门的修士与此人拼一下。是他，这还真是。不对，怎么会？竟秋毫未犯，也没有伤我。连储物袋也未曾动过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此人认识我？不可能啊！除了御灵宗的祖师以外，其他元婴修士我一个都未曾见过。看来柳师妹不是已经陨落，就是已逃出了感应范围。以此人的手段，恐怕是遭遇不测了吧。这位元婴前辈，究竟是为什么没有杀我？恭喜主人，收获不少嘛！别瞎说，若不是此女身上有件令我感兴趣的东西，我是断不会留她性命的。不行，这样下去是逃不掉的。快想想，快想想！可以活下来。前辈，居然被我碰上了。果然没错，这是
西冲榜第18位的6翼双弓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主人都已经有了提魂和噬金虫了，这蜈蚣这么厉害吗？这可不是一般的灵虫，此种蜈蚣与噬金虫一样，都是蛮荒时期的上古灵虫。据说它们拥有部分冰属性真龙的血统，一旦进化到了成熟体后，通体雪白，背生6翼，喷吐的寒霜足以覆盖100里。灵虫既已认主，强行夺取自是不行的。再说，御灵宗的控虫秘术，我还是很好奇的。原来如此，主人还真是一心修炼。不过，这另一人也放了，是为何呀？汉云芝是吧？此女身上总会看到一丝小妹的影子。罢了，反正也没有被她看清面容，就这样吧。终归我的本性还是做不到翻脸无情啊。只要到了西国，就算暴露了，鬼灵门和御灵宗又能如何？也是。这天道盟和魔道本身就是敌对关系，只要不被困在对方势力范围内啊，他们就算再暴跳如雷，也只能嘴上骂骂罢了。不过，主人今日还真是有点……怎么了？所向披靡的意思。只是几个结丹修士受到青睐罢了。至于所向披靡，得找个机会跟元婴同阶过过手才知。